麦哈奔，大家好，我还在伊拉克的南部城市巴士拉，现在在出租车上，准备去巴士拉的火车站。我打算坐今天晚上的火车去巴格达。本来我是打算先去纳杰夫和卡尔巴拉这两座圣城的，然后再去巴格达。但是我发现从巴士拉可以坐火车去北方，所以我就想体验一下。我查了一下当地的火车运营时间，每天晚上8点多从巴士拉出发，然后第二天早上6点多到达巴格达。这个火车是对开的，从巴格达到巴士拉的时间也是一样的，中途也会停靠部分城市，但是时间都比较尴尬，所以我就改变了原计划，先坐火车去巴格达，然后再从巴格达坐小巴去纳杰夫和卡尔巴拉。虽然这样有点绕路但是为了体验伊拉克的火车还是值得的，因为伊拉克的火车系统还是英国殖民时期修建的，历史非常悠久，所以我就特别想要体验一下。搭乘伊拉克的火车不需要提前买票，只要当天早点去车站就行了，所以我退房之后就直接去火车站，顺便带大家看一下巴士拉，看看这座城市白天的样子。我现在呢是在巴士拉的火车站，刚刚买好了火车票，这个火车票居然是手写的，我也是无语了。买好了这个火车票，然后今天晚上坐这个车，第二天早上到巴格达。这个火车站我看了一下，十分古朴，因为这是英国人建的，是因为以前巴士拉是英国的殖民地嘛，所以这个火车站还是那个时候建的。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火车站。看一下，真的很有历史感哦。等一下要坐的车呢，就坐这辆车。从这个车看的话，好像还是可以的，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糟。它这个车呢，它有卧铺，它也有那个座位。它的卧铺是怎样的呢？它有2人的，还有4人间的。2人间和4人间的卧铺，然后座位呢，它是有 VIP 座位，然后还有普通的座位，就是相当于我们中国动车的2等座，我订的就是2等座。当然了，这个不是动车这个是火车，这就是普通的火车，但是从外观上看还是可以的，没有那么糟糕，就跟我们的绿皮车差不多。这是5号车厢，这是6号车厢。刚刚看有人上下，现在就开门了吗？我也不知道。然后这里有一排座位，我的东西就先放在这里。然后这个晚上8点30，是晚上8点30钟出发。8点30出发，我现在来得早了，所以我就先在这里等一下再说吧。这个应该就是卧铺啦，是卧铺吗？这个就是卧铺，对，这个上下铺2人间的，然后这边放东西的，看一下，对吧？这边是个上下铺，然后这边是放东西的，感觉还挺好的。看一下。看一下，车上的环境好像还不错，卫生间。有人在打扫，他们在打扫。
啊，这个是4个人的，还有插座呢。这个是4个人的。等一下到那边去看一下座位，座位估计要等一下再来看了，现在这里看不到。我的是2号车厢，在那边还找着呢。这是他们的月台，不过这个地砖应该是新铺的吧？虽然这个火车站是老火车站了，铁路是以前的，但是铁路这一段应该也是新的，因为都是这种石头的嘛，没有那种水泥的。巴士拉的火车站，这是候车大厅，那边是卖票的地方，很多人就这样睡在这个石凳上，那还有铺地毯睡的。这里开了空调，所以比较凉爽。这个不知道干嘛，所有的行李都摆在这里，应该要检查吧。这个是我的。居然派狗来搜索。有东西放在上面。啊，这是车子内部。车子的内部，它的这个界面呢，居然是中文的。车子开动了，看窗外，车子开动了，他已经上车了。然后这个车厢啊，应该就是中国的高铁车厢，它上面的那个屏幕上面都有中文的字，然后内部的结构呢，跟中国的车厢是一模一样的。但是它的这个速度啊，肯定不是高铁的速度，因为它这个铁路呢还是英国殖民时期修建的，所以它只能开出普通的火车的速度。但是这个车子是高铁的车子，然后呢，它这个它这个里面的结构2等座都是2等座，它的2等座呢是2排2排的，我们中国是2排和3排的。他们这边是2排和2排，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，他们这边的人呐，大多数都比较，体型比较大，所以如果是2排3排，他们可能就比较挤，所以他们这边就是2排2排。现在车子开动了，然后准备睡觉，然后睡一觉，第2天早上他8点半。这里检完票还发1瓶水，这个还真不错。这次快到巴格达了。
到站了，终于到达巴格达了。这就巴格达火车站，看一下。现在是6点10几分吧。本来到达时间应该是5点30，但是现在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。还行，整个体验还不错，但是就是这个火车啊，一路上晃动，应该不是车子的问题，应该是那个铁轨的问题。很多路段的铁轨啊，它都是殖民时期修建的，所以不是，就是它铁轨不是很稳定，跟我们很早以前坐那种绿皮火车的那种晃动一模一样，就那种的。但整体来讲还是不错的，比坐汽车好啊。在火车上睡了一觉，而且啊，这边的二等座真的还不错，有两排的座位，空间比较大，我觉得还是挺好的。然后呢，这一路上啊，因为是晚上嘛，也看不到什么风景。然后到白天之后呢，可以看到快到巴格达的时候呢，就是两边铁路两边的那种绿色植物要多很多，比在南部的时候要好很多。毕竟这边是北部，绿色植被的覆盖面积要多很多，环境相对来讲要好很多。整个体验还是挺好的。如果你们到伊拉克来旅游的话，如果可能的话，我觉得还是坐火车要更好一些，也更安全一些，也省钱一些。我出站了，我刚刚在火车站就是到达巴格达之后，就是出站的那个过程中，所有的背包也要安检，让警犬来嗅一下。它这个地方也挺搞笑的，就是它这边就没有那种安检的机器，所有的行李都得靠狗来进行安检。它主要就是防止一些就是炸药啊、炸弹啊这种东西，其他的它倒不是，就是刀械什么东西它都不管，就是管你那个炸药，它就管这些，所以它都要靠狗来修。反正整个过程还算可以，还算是比较方便。现在我已经就出来了，现在都准备去酒店，给你看一下这个周边的环境。出来就是一个这样的停车场，这后面呢就是车站了。现在是早上6点多钟嘛，这边的温度，别人说就是问当地人说，他说这边就巴格达的气温跟南部巴士尔的气温是 same， 但是我觉得不是，这边的早上6点钟，你现在在外面呢，虽然太阳比较晒，但是它真的就是只是晒，不是那种热。你走在树荫底下就不是那么热了，所以我觉得这边还好。行，今天这期视频呢就给大家分享到这了，那咱们下期见吧，拜拜。